Hello， 大家好，我是 AK 老师，是一名风水师，也是一名占卜师。学习应用占卜来让你自己的事业、财运、感情、健康等保持最高点。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订阅时也记得打开小铃铛，也记得到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点个赞，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学习命理术的运用方法了。唯有懂得运用，懂得问问题，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自己。想知道占卜到底可以去到怎么样的境界，那就在底下留言吧。时常听说相见容易相助难，这句话还真的是有它的道理。这一集来说说两个好兄弟一起租房子遇到的状况。他们两个人在之前都是分开住的朋友，在一次的聚餐时候，发现他们都正在找地方搬家，而且刚好他们的工作也都在同一区，就这样想说一起住在一起，可以分摊房租还有其他的费用来减轻生活负担。当时这位 John 并没有先占卜一起住后的影响会发生什么事。后来大家住进去一段时间后， John 才发现他跟 David 的生活习惯很不好。由于 John 个性也比较随和，所以也不计较太多。但是到了后来，原本说的费用和房租也少给了，然而还越来越不准时。说到钱，很多人就开始按耐不住了，但是因为租约时间问题， John 还是把它忍下去了。好不容易到了租约快满的时候， John 跟 David 提起说不续租了，就这样分道扬镳吧。可是这个时候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David 跟 John 说别搬家，还虚情假意的问 John 是不是房租太贵了，他非常愿意分摊这个负担。然后也说为了减轻 John 的负担，他现在就可以先预付半年的房租钱，另外房东要是涨房租的话，他也愿意吸收。 John 听了后，之前的委屈突然间觉得不是问题了，可是他不明白，既然大家都住得不开心，为什么 David 不趁这个时候也搬走算了？他想了想，会不会是因为家里的所有家具和电器都是属于自己的，搬走之后 David 不想自己花钱买这些东西。可是后来又想到 David 说可以先垫付未来的费用，加上最近看到 David 总是吃香喝辣的，穿好的，连车子也换了贵车，所以开始觉得是不是住了这房子，风水对 David 起了好的作用，所以他开始很多事情都转好。在这个利诱的当下， John 就来咨询我，想看看这房子对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占卜出来的结果就是，目前来说，房子的风水确实对 David 有帮助，但是同时也对 John 有帮助。只是在2020的时候，风水在财运上开始有转变，转变只是对 David 是有帮助的。两个人在同一间房子里面争夺财气的时候，房子的财气是无法偏向 John 的。然而到了2021年，风水对 John 来说完全失去了作用，但是这个时候风水对 David 来说还是依然产生正面的效果，而且继续住在这房子的最终结果就是自己的财运开始转弱，而 David 的财运却一直的扶摇直上。这个时候我就问 John， 如果想要保持好的财运，可以有几个方法？第一就是为自己的财运布局，第二就是在2020年前搬家，然后趁这个风水依然帮助到自己的时候，跟 David 讨多点好处。我想 David 肯定也认为住这房子对他有好处，所以他才不愿意搬家。一个对自己有好处的风水是绝对存在的，但是所谓的好处是一定有时间的限度，不可能一个好住的风水住10年也如此的好，住50年也一样如此的好。所以大家看看，改变命运，把自己的好处最大效益化，其实并没有很难。简单的占卜一下，什么事情都能了如指掌，这样才能让自己保持不败之地。我是 AK 老师，想要得到免费的简单预测，就在下方留言吧。重大而又难以做决策的事情，就赶快预约我们吧。